11月中，政府宣布暂缓专案进口蛋的执行，为期半年的进口蛋风波终于到了一个小段落了。那究竟进口蛋到底引发了哪些争议？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的臭名昭彰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进口蛋争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半年前，超过数千万颗的进口蛋被视为解决台湾蛋荒的救命稻草，但在半年之后，这批进口蛋却成为了让民众闻风色变的这个问题食品，很多人都不敢买。有人说进口蛋是臭蛋、坏蛋，引进台湾呢是在伤害国人的健康。而进口蛋的专案当中呢，也问题重重哦，不止官商勾结，还浪费民众的血汗钱。但也有人反驳说，进口蛋根本没有那么多问题，是被在野党抹黑，拿来当成攻击执政党素材。而其他对于进口蛋的质疑，很多也是胡乱编造的假消息。两方人马吵得不可开交，随着战场越开越多，事情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让很多的民众感到困惑。今天这一集是我们会员选出来的题目，我们会来回顾进口蛋的几个比较大的争议，超丝公司的争议是怎么回事？巴西蛋有食安疑虑吗？进口蛋是不是浪费公帑等等。不过，在开始进入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大选即将来临，四处流窜的假消息变本加厉。常关注社会议题的你，有曾经被误导过吗？今天这场架构性思考线上课程由志祺七七团队携手打造，将来分享我们如何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快速的识破假新闻，精准的搜集并分析资讯。这堂课程以时事议题为核心，带你从资讯判断、媒体识读开始，一步步透过逻辑思辨形成观点，并理性精准的表达出来。这堂课还邀请到独立记者方君竹、法律白话文的杨贵智担任客座讲师，最华丽的阵容带你一起破除假消息，发挥影响力。现在这堂架构性思考课程限时优惠当中，输入优惠码 HH Good Job 就能够以85折入手。目前累计了3700位学员5星好评当中，你也赶快加入吧。在聊进口蛋的争议之前，我们要先回头看一下今年春天台湾缺蛋的状况。农历年过后，台湾再度传出了缺蛋问题，业者估计每天短少的鸡蛋量呢超过了100万颗以上，而鸡蛋价格也连带的被影响，批发价格从年初的每台斤52元爬到了55元，创下了史上新高。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缺蛋问题会再度发生，主要是因为禽流感、气候变迁还有温度骤降的关系，导致鸡蛋供应赶不上大家的需求。也有专家点出其他因素，像是俄乌战争导致原物料上涨，饲料价格升高，让蛋农的生产成本提高，不愿意提高产能。还有春节期间蛋季休产，部分的民众抢购囤蛋等等，都让台湾继2022年之后再度陷入了缺蛋的状况。而为了补足国内蛋量缺口，在3月时，政府开放了专案进口鸡蛋，希望能够解决燃眉之急。3月份开始，农业部采取限时限地原则，开放一定期间内从12个国家专案进口鸡蛋。政府与民间合作，由贸易商到国外找寻蛋源，把蛋进口到台湾之后，这些蛋先储存在中央畜产会的仓库里面，接着这些蛋再用台湾的产地价卖给下游的通路，中间的价差、关税、管销费用都会由政府吸收。透过这种高买低卖的方式呢，农业部希望能够平稳国内蛋价，让大家都买得到平价的蛋。执行半年以来呢，台湾总共从7个国家进口了14531万颗的鸡蛋，而政府也表示，因为有进口蛋的缘故，鸡蛋的价格也平稳了下来。但没有想到8月底开始，进口蛋的争议连环爆，演变成了一连串政治跟食安的风波。那因为争议的面向很多，我们大致上呢会依照时间序来介绍几个主要争议。首先，第一个就是图利厂商的问题。8月底，网络媒体《民报》呢在查阅农业部资料的时候，发现有一次负责这次进口蛋的贸易商超丝有点怪怪的。《民报》发现呢，超丝公司在去年9月才成立，资本额只有50万元，而且疑似为一人公司。还有从公司登记资料查核呢，公司的地址在冈山的一处民宅，也没有物流仓库，质疑超丝的背景不单纯。而在报道出来之后，又有人发现，到了7月为止呢，超丝总共从巴西进口了8814万颗的鸡蛋，占所有进口数量的60% 左右。要进口这么大量的鸡蛋，包含了关税啊、购烂成本等等，支出动不动就需要好几亿元。一家资本额只有50万元的小公司，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种种的疑点都让不少民众怀疑政府在图利超丝，让超丝靠着进口蛋大发国难财。
而面对争议呢，农业部紧急的解释，当初在寻求贸易代理商时呢，有4个主要条件，超丝都有符合。举例来说，超丝在去年的11月就有从日本进口鸡蛋的经验，而在这一次的专案当中，提供的到岸价格报价也合理，也有办法在3月底前完成第一笔订单。另外，超丝帮台湾寻找蛋源时，同时也有业务代表到墨西哥马来西亚找蛋，绝对不是所谓的一人公司。那超丝也跳出来喊冤，表示他们虽然资本额小，但有资金调度的能力。这次的专案当中呢，就曾经垫付超过1亿元以上。他们也照着政府的合约走，并没有赚取暴利。其他官商勾结的质疑更是严正否认。超丝强调，当初为了疏解国内的蛋荒，全力的寻找蛋源，没有想到找到最多蛋源的他们，反而成为了众矢之的，遭到外界的误解，实在令他们很痛心。但是在农业部超丝发表声明之后，还是有人质疑超丝进口的巴西蛋报价太高，赚取了不合理的利润等等。只不过后来进口蛋的争议渐渐的转移到了食安危机上面，也让超丝的讨论热度下降，这方面的争议暂时告一段落。第二个争议呢，则是进口蛋的品质问题。脸书粉专林北好友呢，在9月初的贴文指出，最后一批巴西蛋是在5月30日从巴西专柜出口的。但是有人发现，在卖场贩售的巴西蛋呢，却写的制造日期9月5日，保存期限是10月5日。换句话说，从5月底到10月初，进口鸡蛋呢会有超过4个月的保存期限。林北好友就质疑这十分不合理。即使巴西蛋有说在维持冷藏的情况之下可以保存110天，但台湾并没有维持冷藏，导致进口蛋变成坏蛋跟臭蛋。贴文一出也有不少的网友附和，觉得他们最近买到的进口蛋确实品质不佳，相关新闻也开始烧了起来。很多的民众看到新闻更是感到不解，一般台湾的蛋放1个月就是极限了，巴西蛋放4个月真的没问题吗？眼看事情越烧越大，农业部再度出来灭火。农业部表示，进口蛋呢属于长期运输，出口前会在蛋的表面喷上食用蜡，或是喷一层膜来保护蛋壳，维持品质。在妥善处理之下，进口蛋确实是有办法保存数个月的。不过，农业部经查后确认专案进口的巴西蛋最后一批的有效期限分别是9月24日、9月25日和9月27日。也就是说，那些有效日期被标为10月初的巴西蛋确实是标示错误，而事件发生之后，业者也全面从通路上面下架标示出错的进口蛋。而农业部则强调，虽然部分的巴西蛋标示错误，但所有的巴西蛋在销售时都在有效的期限内，希望民众安心。他们表示会清查其他的通路，辅导业者正确标示有效期限。但是很多人还是很不放心，认为进口蛋的冷链呢依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一些专家有质疑巴西蛋可以保存4个月的条件呢，是要全程5度 C 以下冷藏。这个要求呢，在出口海运仓储的过程都有做到，但进到台湾的蛋商业者的手上之后，冷链就断掉了。举例来说，台湾的蛋商从畜产会那边拿到巴西蛋之后，通常还会再洗选一次，才会装盒进入通路。但是洗选过程所使用的水温呢，通常都高于30度以上，已经不符合巴西蛋5度 C 以下的要求了。还有台湾没有低温运送鸡蛋的概念，在将鸡蛋运送到卖场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业者的运输车呢都缺乏冷藏设备，更不用说卖场的鸡蛋区呢很多都是室温贩售，那些进口蛋品质到底被影响多少，让外界很担忧。有人就推测，如果觉得进口蛋品质很差，可能呢并不是进口蛋本身的错，而是台湾的冷链不够完整。而面对断链的质疑，行政院长陈建仁呢表示，在冷链规范上面，政府确实规划的不够好。农业部也承诺，将来如果再有缺鸡蛋，会从国外进口原装核蛋，直接运送到通路贩售，中间不会再多一道洗选的程序。而另外，不管是国内的鸡蛋或是进口鸡蛋，也都会尽快的加强冷链运输系统。不过这部分到底怎么改善，改善了多少，我们目前呢都还没有看到比较完整的资料。进口蛋出现了食安争议之后，大家都急着想要知道1亿多颗的鸡蛋到底去哪了，有没有被大家吃下肚？很多地方政府也疾呼中央应该要尽快的给出进口蛋的资料。9月中，农业部公布了进口蛋的流向，第一呢是进到洗选厂之后送往超市，第二是送往加工厂，加工成白煮蛋卤蛋、液蛋等等的食品或食材，第三是进入库存待有需要时随时调度，第四则是过期跟销毁。不过进口蛋进入下游的厂商之后，到底有没有好好的保存，有没有明确的标示，这一块并不清楚。那为了查明白进口鸡蛋最终的流向，各县市的卫生局以及农业部都展开稽查，确认业者的库存状况。结果桃园市卫生局发现，众益农产品公司将进口蛋以散装蓝蛋的形式卖给早餐店、还有杂货店摊贩，也没有标明产地不是台湾，让进口蛋流入了市面。很多民众认为，这代表进口蛋的流向政府没有办法全部掌握，存在着很多漏网之鱼，也对民众的食安造成威胁。而在这一波查流向的行动当中呢，液蛋的标示问题成为了另外一个争议的战场。
蛋指的是去除蛋壳之后分离出来的蛋白液、蛋黄液或者是全蛋液，因为料理保存都很方便，所以像是营养午餐的这个团膳业者或者烘焙业者都很常使用。9月中，桃园卫生局发现有一家蛋品厂呢，在制作液蛋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巴西、土耳其、泰国的进口蛋当原料，但是液蛋的产品却标注台湾，卫生局认为是标示不实，已经违反了食安法的规定。而几天之后，新北市台中市卫生局也查获了类似的状况。根据政府的资料，这次专案引进的进口蛋当中，大约有6000万颗，40%左右的进口蛋都拿去做液蛋了。大家很担心这是不是代表有很多的进口蛋伪装成国产液蛋的形式流通到市面上了呢？那为了降低大家的疑虑包含了像是台中、双北、基隆在内，部分的县市也决定禁止营养午餐的团膳业者继续使用液蛋。那虽然说有些标示错误的业者可能真的是在洗产地，故意把进口蛋伪装成国产蛋，但也有业者喊冤他们之所以把液蛋产地标示为台湾是农业部要求的，现在却面临惩处，觉得心有不甘。农业部事后调查发现，确实是政府单位搞错了。畜产会呢，原先以为要把进口蛋加工成液蛋的过程是实质转型，也就是原物料形态产生改变，所以要求产地呢要标台湾。但后来发现，液蛋不算是一种实质转型，而必须要标示鸡蛋的来源国才可以。而对于这样的疏失呢，农业部表示是他们的监督不够周延，向社会大众道歉，也会继续的监督畜产会，继续加强辅导业者正确的标示。9月中，农业部公布资料，这一次专案进口的1.5亿颗鸡蛋当中呢，有5000多万颗因为过期或者是耗损，需要销毁处理做成堆肥。消息一出来呢，网络上面马上暴动，很多人难以接受，竟然有高达40%的进口蛋就这样子被放到过期，白白的浪费纳税人钱。以一颗蛋成本5元来计算，这些被烧毁的鸡蛋呢，价值也有2亿多元，而且这还不包含销毁的费用。根据政府公开招标的资料呢，要销毁这些蛋还要再花4000多万元，这些都是全民买单的成本。农业部解释，因为台湾的鸡蛋容易受到气候或是禽流感的影响，产量的起伏比较大，所以需要建立安全库存，以备不时之需。如果说台湾再度出现鸡蛋缺口，就需要库存的鸡蛋补上。但如果说国内鸡蛋生产量足够，这些库存也不会释出。那么这次销毁这么多的进口蛋呢，是因为台湾自己的鸡蛋产能已经逐渐的复苏，再加上学校放暑假，鸡蛋的需求减少，以及囤蛋业者开始把蛋释出等等，都让台湾本土的缺蛋问题缓解很多。而为了不要影响到蛋价，农业部才决定不要释出进口蛋来保障台湾的蛋农。那这些没有释出的进口蛋确实会面临过期的问题，来得及的话呢，会将快过期的鸡蛋加工处理成液蛋水煮蛋等等，延长使用的期限。只不过国内的加工量能有限，还是会出现鸡蛋来不及加工放到过期的状况，只能够销毁处理。而这些支出呢，都属于安全库存的必要成本。农业部表示，虽然销毁的钱看起来很多，但他们估算引进进口蛋之后呢，台湾每颗蛋的零售价格至少减少2.2元。如果用消费者在3到7月所需要的30亿颗蛋来计算，进口蛋帮民众减少了60亿元以上的支出。相比之下呢，销毁过期鸡蛋的成本并没有很多。不过呢，对于农业部的解释很多人还是不买单。有人批评，像是学校放暑假、加工量能有限这些因素，都是农业部进口鸡蛋之前就可以掌握到的，不是鸡蛋放到过期的理由。明明是估算错误，却又说是安全库存，觉得是在硬凹。那也有学者建议呢，国内鸡蛋库存可以比较天然气业者的做法，规定蛋商呢必须要有自备库存量，就别像这次一样，政府一手管所有的库存，到后来却卖不出去，导致大量的鸡蛋过期报废。那最后一个争议面向不太一样有人认为呢，对于进口蛋的批评呢是抹黑跟政治操作，尤其在林北好油恐吓案之后，这部分的争议也成为了焦点。脸书粉专林北好油呢，在这一波进口蛋的争议当中，不断的批评进口蛋政策，多次的杠上农业部，受到了很大的关注。9月22日，林北好油版主林玉红上直播哭诉，自己因为批评政策被不明男子恐吓，对方甚至知道自己的住家地址。为了保护家人，林玉红决定停更粉专，也不再公开露面。桃园检警单位听到消息之后马上行动，不久之后就抓到了主要嫌疑人国民党的党工许哲斌。没有想到许哲斌爆料，他就是受到林玉红的指使才会传恐吓讯息的。整起恐吓案竟然是一起自导自演的闹剧。事后林玉红在粉专坦诚犯行，但他也承认呢，他是因为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想要从风暴当中退场，才会选择这种错误的退场方式。那在林北好油翻车之后呢，舆论的风向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有人怀疑林北好油之前的爆料都是过度夸大的内容，把事情讲得比实际还要严重，一直抹黑进口蛋，觉得他的动机不单纯。甚至有人怀疑林北好油背后有政治势力在操作，跟网军合作攻击执政党。
但有人反驳呢，即使这个林北好友自导自演的方式是错误的，但他之前批评进口蛋的贴文其实也都是有凭有据，经得起验证的，不能够因为一起造假的恐吓案就否认他对于捍卫食安的努力。两件事情要切开来看，而两边的声音越吵越凶，最后也渐渐演变成没有结论的骂战。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进口蛋主要的几个争议整理。那么受到进口鸡蛋争议的影响，很多民众对于鸡蛋失去信心，减少了买蛋的频率。而截至11月中为止，部分县市营养午餐也都还是禁止使用液蛋。而整个鸡蛋市场的销售呢，都不如预期，让各地的蛋商啊库存越来越多。台湾从年初的缺蛋危机变成剩蛋的状况，鸡蛋卖不完。而因为买气不好，鸡蛋的批发价也首次出现连续3周的下滑，从每台斤55元下滑到了48元，创下了纪录。新任农业部部长陈俊记表示呢，如果蛋价持续的下降，可能会冲击蛋农的生计，可能会导致蛋农弃养，埋下未来缺蛋的隐忧。他也向部分县市喊话，希望营养午餐赶快恢复使用液蛋，也强调目前市面上都是国产蛋，没有使用上的疑虑，希望能够刺激民众的买气。而进口蛋方面呢，农业部表示，目前国内产能已经能够满足国人的需求，所以从11月14日起就会暂停进口鸡蛋，未来如果有需要的话，才会继续订购。那么观察到，虽然进口蛋的讨论热度已经渐渐的降低，但大家对于这个议题的观感还是停在一个非常分裂的状态，大致分成质疑农业部跟支持农业部两个阵营。质疑农业部的人认为，这个进口蛋专案搞得乱七八糟，农业部不只是图利厂商，还一直说谎。专家说进口蛋有食安疑虑，农业部却骗大家不用担心。蛋品业者呢乱标效期，农业部却踢啤酒给其他单位推卸责任。明明买太多的进口蛋导致严重浪费，农业部又硬凹是安全库存。不管外界怎么批评哦，农业部总是有千万种理由，就是不肯承认政策的错误。而支持农业部的人则是认为，进口蛋被严重的抹黑，食安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有人刻意把事情闹大，引起大家无谓的恐慌，还因此造成了更多的问题，就是大家不敢买蛋，冲击了蛋商的生意，或是进口蛋销不出去，必须要报废一堆等等。而且农业部努力的解决鸡蛋的问题，却被这样子污蔑，非常不公平。很多人呢也会拿蛋的多重宇宙来强调，政府不管怎么做呢，都会被人攻击，而为农业部感到很可怜。那么到后来，两边的认知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几乎不存在讨论的空间。如果有人说进口蛋没问题，马上就被骂政府的网军出来洗地了，又在欺骗民众护航有问题的政策。那如果有人说进口蛋有问题，也会被另外一边骂说又是在野党的网军出来造谣，想要用进口蛋攻击执政党，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而两个阵营的立场针锋相对，网络上面的骂战也越来越激烈，让进口蛋变成了一个很难冷静讨论的议题。不过，比起关心进口蛋呢，有人呼吁现阶段更应该关注的是造成台湾不断缺蛋的真实原因。很多调查报道认为，台湾未来的几年内可能会再度的面临缺蛋危机，主要是因为呢，过去这几年台湾人越来越爱吃鸡蛋，鸡蛋的每日需求量已经从2018年的每日10万箱，到了2023年的每日12万箱左右，呈现了逐年上升的趋势。但与此同时，台湾鸡蛋产能提升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也很容易受到禽流感气候影响，让产量不太稳定，才会一直发生缺蛋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背后是鸡蛋产业长期以来的困境，像是蛋价长期冻涨，导致蛋农缺乏更新设备的诱因；鸡舍老旧饲养的方式传统，让蛋鸡面对禽流感的气候问题时损失惨重；还有受到诟病的这个包销制等等，都需要全盘检讨。过去这部分的改革呢，要投入的资金很可观，沟通成本也很高，政府缺乏了大刀改革的动机。而现在因为连续几波缺蛋争议，才让大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虽然说农业部表示有在积极的辅导蛋农转型，但究竟改革有多快，能够改变多少，现在都是一个未知数。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想要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而且今天的主题就是会员投票选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或是有特别想要讨论的议题，都欢迎加入会员，每个月跟大家票选有兴趣的主题。那回到正题这次进口蛋相关的争议当中，真的是我们处理过的影片当中资料比较庞杂的一集。但因为篇幅有限，而且事情也发生一段时间了，我们只能够挑选声量比较大的争议出来讲，也讲得比较简略一点点，可能漏掉了很多的资讯。那如果有不足的地方，都欢迎在留言区帮我们补充跟解释。那么虽然说不少人可能会觉得这几个月进口蛋争议一直在新闻上面吵，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政治口水的主题，
但我们是觉得这是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引进鸡蛋，有不少的环节也真的出现了重大的缺失，像是效期啊、产地标示认知不一、生鲜鸡蛋缺乏冷链、相关法规没有跟上等等。但其实这些问题过去一直都有，比如说冷链的问题，过去台湾本土的鸡蛋从生产到销售可能只有短短几天而已，不太使用冷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台湾业者都没有适当的冷链设备。那去年缺蛋危机发生之后，农业部就有推出计划，要辅导业者加强冷链，防止下一步的蛋荒，但计划并没有推行得很顺利。结果今年进口蛋争议爆发之后呢，这个冷链的问题又再度的浮上台面，迫使政府跟业者共同面对问题，拿出更积极的作为，加快冷链系统的布置。那么看完进口蛋的争议呢，还有后续的影响，我们其实有蛮多感触的。进口蛋议题吵了好几个月可能也因为靠近选举的关系，增加了更多政治的变因，而整个过程的更乱，也惹得很多人不开心。大家看到的好像只剩下台面上面的吵架跟对立，但这个过程我们回头来看，也是民主政治的一种体现，透过彼此的纠正、监督，找到问题并提出改善的做法。换句话说，虽然这一次的争议非常混乱但这一段混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其中一部分的讨论跟处理，是真的造成一些调整，让社会往更好的方向前进。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冷链相关法规的讨论，都是帮助制度跟产业更加的健全。那或许经过了这段时间的风波，不管政治跟选举结果如何，我们都能够期待下次政府又需要进口鸡蛋的时候，会做得比这一次更妥善，避免质疑。那我们也期待台湾的鸡蛋产业能够慢慢的把问题解决，让大家都能够吃到营养又安全蛋。好的，那今天想问大家，你是怎么样看待这几个月的进口蛋争议呢？还是会有点担心不想要买到或吃到进口蛋的相关制品，B 觉得进口蛋被过度的污名化，并没有新闻说的这么的危险， C 不会特别在意也没有特别关心进口蛋的议题。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放出去，让更多人一起讨论进口蛋的争议。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电大亏损以及2022台湾缺蛋问题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就明晚再见喽。